沙龙。欢迎来到 Edwin 的电影沙龙。在2月底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录音的时候正好是寒流，哇，冷得不得了，又下雨。看到这个新闻里面讲说2022年开春以来，台北地区呢只有6天是记录上没有下雨的，那基隆地区甚至只有1天，哇，实在是湿透了的一个天气。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下呢，常常让人就不想出门了。那对于我们这种这么爱看电影的人来讲，不想出门窝在家里，家里是有历年来收藏了超过1000部以上的电影，DVD 啊、蓝光碟啊等等可以看。另外还有就是这几年兴起的串流平台。那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面有许许多多长片、短片、影集等等。有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平台，它最主要推广的是纪录片。这个平台就叫纪录，GILOO。在纪录平台上面呢，虽然说以纪录片为主，但是也有重要而精彩的剧情片会在这个平台上面播出。还记得我们在1月份曾经跟大家聊过杨德昌导演的《青梅竹马》。那今天呢，利用我们这次的电影沙龙，要跟各位朋友们谈一谈纪录平台上面的另外一部重要的剧情片，严浩导演、林青霞、秦汉主演的《滚滚红尘》。这几年来啊 ，Edwin 对于华语影坛所谓的文学电影是有非常高度的兴趣，而且每一次我在谈文学电影的时候呢，我都一定坚持要把《滚滚红尘》也纳入讨论的范围，不为别的，因为这是名作家三毛他直接以电影剧本的题材，以电影剧本的形式来创作的文学作品。它不再是改编，而是文学家直接写的电影剧本。不但如此，这个电影剧本，这个电影故事，也就是说三毛笔下的人物，他的人物原型就是张爱玲还有胡兰成。电影的女主角，华语影坛的第一大美人林青霞，如今已经转型成为知名作家。谈到林青霞，之前我们利用我们的影人单元呢，曾经回忆过林青霞。整个华语影坛在1970年代初期，其实那个时候就高度期待能够看到她来演《红楼梦》里头的林黛玉。没有想到啊，在7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导演李翰祥拍《金玉良缘·红楼梦》，居然让原定演林黛玉的林青霞反串贾宝玉。这个故事说来有趣，林青霞和张艾嘉原本是林青霞的黛玉配张艾嘉的宝玉，可是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，在试妆的时候，张艾嘉的个子太矮了，怎么搭起来都不对位。这两个小姑娘在邵氏影城学习身段，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呢，李翰祥就不断研究林青霞还有张艾嘉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做出了决定，让青霞和艾嘉两个人对调角色，因为他看出林青霞在那看似弱不禁风、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之中呢，潜藏着一股独特的英气。在李翰祥成功的调理之下，林青霞的这份英气，还有她潇洒的情态，果然被调出来了。好多年以后，林青霞在《刀马旦》还有《东方不败》这系列作品里面的表演，往回推，《金玉良缘·红楼梦》其实是最好的暖身还有预习。林青霞演过那么多的琼瑶梦幻，演过那么多的三厅电影，却一直到《滚滚红尘》里头，以张爱玲为人物原型的沈韶华这个角色，她才真正演到在形象还有精神上最接近林黛玉的角色。
还记得电影的序幕结束之后呢，我们看到沈韶华离家独立生活，2台人力车拉着在街头跑，前车装的是沈韶华的行囊，后车是林青霞坐在上面，车子上装的满满的都是书，一箱一笼的书，只有后车上的林青霞呢，带着自己的衣包，而青霞脸上是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情，好淡好淡，又好丰富，就让人想起了曹雪芹笔下形容林黛玉的那份气质，似贫非贫，似笑又非笑。大家记不记得《暗恋桃花源》里面金士杰老师是怎么形容他永远的云之凡的？你是晴空的流云，你是子夜的流星。车子上的林青霞真的就宛如晴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映在红尘人世的波澜之心。滚滚红尘应该算是林青霞从影至今最完整的一次文艺片集成的演绎，这是最完整的一次，没有之一，就是第1名。林青霞之外，我们也来聊聊张曼玉好了。Edwin 小时候看《滚滚红尘》，其实看不太懂张曼玉演的月凤这个角色，一直到几年前这个数位修复版本重映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看懂了，也终于深深体会到三毛是如何成功创造了一个够复杂却也够简单，因而够迷人的角色。简单的来说，月凤其实就是所谓的左派绝亲，只不过她没有那么的激进，她的一片心思大部分都在爱情上。除了爱情，她对时局、对政治没有那么敏感。电影在很多的地方，可能是因为篇幅啊，因为这个片长啊，或者因为有尺度啊等等不同的原因，他用了不写之写的笔法，点到为止，暗中交代。张曼玉出场之后不久就消失了，台词里面提到说，她是为了救国报国，决心离开上海，远走内地。在抗战胜利之后呢，她和林青霞相依为命。而张曼玉一片心思所牵挂着的这个男朋友呢，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电影里面就用这个不写之写的笔法，暗场交代。我们看到树梢挂着血衣，我们看到老伯伯泼水洗着地面，这些破碎的碎片加总在一起，我们就得到了在所谓的滚滚的红尘人世里，无论你再怎么样的不食人间烟火，总难免会沾染到从宇宙之间掉下来的星星的碎屑。再怎么样的进步青年，也都有他们普通而平凡，他们缠绵在爱恋痴情的那一面。电影不去勾勒远大的理想，它带着我们看到渺小的生存者，看到活下来的人，让活着的他们带领我们看到大时代踩着斑斑血迹一路往前走。这个活着的人，这个见证者，另外在像是吴耀汉的角色身上也非常的立体。时间的关系，吴耀汉的角色我们今天的沙龙不多谈。几年前电影重映的时候，艾伦当时好激动，劈头盖脸的写完青霞，写曼玉，写完曼玉，写了一大篇吴耀汉所演的于老板的角色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您有兴趣，不妨搜寻一下 Edwin 在联合新闻网名人堂，这名是一鸣惊人的名，名人堂里头所发表的系列文章。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。在陈淑桦的歌声当中，在罗大佑的词曲当中，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青霞赤着脚踩在秦汉的黑皮鞋上，
他们两个缓缓从室内滑向小阳台，在小阳台上翩翩起舞。然而他们知道，这个大时代、大社会没有他们爱情容身的空间。可是为了贪图那片刻的畅快，两个人提起肩上大红披肩，把彼此紧紧地裹在一起，在红红的披肩底下享受最后一瞬间的缠绵。林青霞还有秦汉的爱情场面在《滚滚红尘》里面真是太好看了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在电影镜头前如此的自在。我还记得几年前看的时候，我身旁的朋友惊叹一声，然后在我耳朵边讲悄悄话，说他们两个怎么敢在镜头前面当众的让全世界都看到。可是就是因为那份自在，那份陶然，滚滚红尘的爱情好好看。我们真的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，就是秦汉送林青霞披肩的那场戏，收音机里头放着香格里拉的这首歌呢，唱坏了。香格里拉是1946年问世的电影歌曲，那是抗战胜利之后华语影坛第一部大型歌舞片《莺飞人间》的插曲。那这首热闹非凡的这美丽的香格里拉，这可爱的香格里拉，谢谢你小白兔，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。这首香格里拉是不会出现在抗战都还没有打完的上海的收音机里头，当然也不可能触发林青霞踩着皮鞋缓缓跟秦汉在小阳台共舞的场面。不过这当然只是鸡蛋里挑骨头。说起滚滚红尘，艾顿手上还珍藏着滚滚红尘的第一版电影剧本，那是1990年的12月所出版的，而且在书的扉页里面还有签名。这个签名不是三毛的签名，也不是导演严浩的签名，当然更不可能是秦汉或者是林青霞或者是张曼玉的签名。这个签名是我自己的签名。艾顿自己当年在1990年的12月18日买了滚滚红尘的第一版电影剧本之后，顺手就在书的扉页留下了记录，而且写的还是购于天母新学友，是在天母的新学友书局买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上高中呢，看电影看的都是懵懵懂懂，似通非通。看完了电影，回头读读剧本，看看录影带，再回头读读剧本，读到三毛原作的结尾，忍不住就动容了。而且落泪的原因也不是什么时代悲剧，也不是什么地老天荒的爱情，是对比，是格局，是三毛写出来的那份壮阔。三毛在剧本的最后是这样写的：剧中留在中国大陆的于老板就是吴耀汉的角色，古英就是顾美华所演的角色，还有老古、小妻子王四基、小健的妻子、古英的小孩，一个一个死在不同的动荡和命运中。沈韶华死于文化大革命，当时中国人口4亿5千万，目前中国人口超过11亿。剧中用三毛所写的这段文字，为我们今天的电影沙龙画下句